说我们职业选手到了一定的年限，他可能就力不从心了，对吧？可能你的比赛经验在上涨，但是你的反应能力在下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2020 PEL 和平精英职业联赛 S2赛季常规赛的比赛现场。本场比赛是由巨涛阿梅为您带来的现场解说评述。没错，上一场比赛的航线跟这个是一个大差。是的，对吧？上一场比赛是东北，这个西北到东南。那这样的话，从南到北的航线。对于上场比赛没有跳到这个这一片区域的战队来说可能是比较舒服了。其实主要就是说 DKG 了，DKG 上一把是没有办法直接落到这个工业区的。当然，总体上这两场沙漠地图的航线上来讲，对于各支战队是比较友好的，因为沙漠地图我们都知道，它是如果有一个极限的航线在的话，很多战队都会难受。那不像我们海岛地图当中呢，可能落地，因为地图陆地面积比较小嘛，你不管是漂也好，找载具也罢，它转移的时间就会相对来讲比较少。没错，不过说到转移的时间我一定要提的就是一支战队的搜索方式是非常影响他们的转移时间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卫冕冠军 AAG 这样的一个分散落点，代表着他们如果想要朝一个方向行进的话，首先要先做到集合，对吧？如果安全区刷得远，我们可能一起往前进侧移。你还真别说 ，LGD 刚刚已经在走了，而另外一边 AG Fox 刚好切到圈边的他们，只能选择往前顶。但是 STE 如果不放的话，这一架又变成了低打高。看一下，STE 想绕这个位置，一旦绕到的话 ，AG Fox 是无处可逃这也给山治一个考验啊，近点不能丢啊！一旦掉了的话，这样一个大的迂回就失去了太大的意义。山治不仅不能丢，还得把对方往前赶。哎呦，直接是倒了。99这边好像选择的是跟 ST 另外一名队友同样的方式，只是很可惜自己是撞到了王媛媛的枪下。这绕了一半，发现我绕到对面也打不到啊！这里 AG Fox 推进的脚步非常快。回来了，正面要打，刚刚是这个高打低，现在变成了平起平坐。778，不知道右边有人，完了，这个山治完全不知道，一个侧身，反应很快，但是第一时间差一点点，这是 AG Fox 的队友的补枪，两名选手在这个位置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配合。Fruit 面对帅狗应该知道帅狗的位置，所以说他现在只要做的是拿到一枪就可以，不等王媛媛了吗？强行要顶，应该是队友爆了，大残大残。打一枪就是大残，但是这个真是大残，确定是大残，直接给飘掉了。头顶还有一个，能退吗？一个掩体，汽车刚好躲一下，一丝血，王媛媛。这个时候，王媛媛可以再次表演天神下凡了。上一局的 MVP 大全面对王媛媛，还是斩落马下。大全今天手感火热，要打就打最凶的。我把自己所有的队员都放倒之后，再把你的队员都放倒，我要的就是跟你王媛媛的正面1对1。我大全打过了你，问就是猛。哎呀，其实我蛮期待的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圈刷完了之后，你看 RNG 让出来这个山头之后虽然说自己也在安全区这个圈内的位置，但实际上目前的中心是 AG， 他们是不是选错了一个山头呢？是的这边早早过马路的选择，我觉得看结果吧，我们以结果来论英雄嘛。那先看这个防区 ACT。一支被我们俩评为正面很猛的战队碰上了现在发挥很强的 AG Fox， 又是大全。大全这边一个预秒是把叮当打残了叮当这边也是提前枪呼应自己的队友狗子过来，两个人架成了一个死亡的交叉火力，但是对方的队友也是赶来的神速一般大全击倒叮当。这帅狗一瞬间上天，一波配合之后只剩下圆心了吗？哇，大全这波打下圆心就是一波3杀，哇！大全真 MVP 大全把人家打爆了呀，这有点夸张但是这一波不得不提的是帅狗的配合，我们可以看到实时积分AG Fox 已经是拿到了35分，而且此时此刻呢还有3名选手存活。那现在来看的话，实时积分上来讲 ，AG Fox Black 还是拿下了35分，遥遥领先。北斋终于开火了。上场比赛淘汰的有些过早，打完了之后立马开跑车往前顶吗 ？D9 也是封烟了，明斯格尔那个暗哨终于要斯格尔起来了。RNG 的阵型上来看这我看到侧翼北斋这里想开车往前突，D9 这是个全息，这个瞄具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伏笔。D9 要不要把它卸下来？还是说你就偏爱全息？不是全息有啥不好的？全息已经在我们比赛场中多次上演挡视角了呀！这全息打开一个人都看不到，对方如果伏地的话，很有可能会消失在视野当中。有一句话叫做“聊胜于无”兄弟。不开不就行了吗？咱不开，不开，配合着队友把 LG 的2名选手都给打倒。RNG 听到这个枪声还不过来吗？看起来没有这个想法。
因为从坡下的视角来看的话，应该是能够打到 LGD 的。还是这个全息，还是这个 Z9。RNG 终于动了，但是秦角与此同时也赶了过来。Z9换进了啊，应该知道对面是一支整编队。而另外一边，明斯克是把 Suki 给收掉。这个山头伴随着阶段5的刷新啊，如果说还是切在脸上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暂且不开火。等一等，等到这个安全区或者等于其他战队来打，我们再决一胜负。哎呀，现在119好不容易踩下来，但是秦九已经贴到近点了。YZZ。不是吧？你一个人也太大胆了吧 ，YZZ！ 这个就是五指教父啊！但是五指教父手忙脚乱，还是被打倒了。打手，这个时候再来打得过吗？这永远都是1打多，永远都是1打多。不是，主要是后面的 RNG 给到太大的压力了。现在在这种两面围攻的情况之下，只能先突破一边。他们选择了119。打手拿下了一个，在换子弹的过程当中把 Z9给收掉了。哎，这还在挨打，什么情况？身后的 RNG 还不往上推吗？完全不着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操作啊，因为他要等阶段5的刷新。做一下试探，如果全往东边刷的话，咱们可以打。哎呀，这个安全区还往东边刷。是的，我们刚刚说很期待的这个 AG 的这个山头啊，最终还是成为了3支战队的一个必争之地。现在 4M 和 LK 又在 AG 的防止打了起来，而且身后还有 AG Fox。而与此同时呢，刚才 RNG 因为没有特别着急啊，所以说这个 98K 得到的信息非常多。现在他们是可进可退，他们选择了退，然后直线进圈。没错，这边辛克在走位，但是被清油抓到了。好的，像素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再带领队员撤退了，跟上一局完全不一样了。上一局自己占着防区，这一局还要被打屁股，又是大拳。大拳这里秒掉小小剑之后呢，自己选择把药拉满，头上顶着一个龙虾，但自己绝对不是菜。扫吗？人都没看到就硬扫，大拳真凶。还要再来，头顶看一下。没有自己队友的情况下，自己可以非常非常舒服的发挥，手脚完全被打开。这个手雷，有点太远了吧？这说不定是一个抛砖引玉呢，让 LK 主动进攻，但是 4M 主动进攻，这把 Groza 顶得住吗？像素一波对枪，配合着自己队友小小剑的一波，刚刚的一个独狼是被淘汰了。而这边 LK 应该在和 AG 的正面的 battle 当中啊，没有讨到好果汁。想钻房子，钻完了之后看一看这边还没有打完，司马光残血不打包了，给自己95争取一个机会，在扶02，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操作。在队友扶枪的时候，自己一定要把火力给足。95也来了。95这边应该是知道对手的位置，冬瓜也能听到95的脚步声，给队友一抱，这边双龙取水，司马光最终收下了这一场对局的胜利。没错，司马光、95、02每一个人都有发挥，但是 4AM 来了。这里的话 4AM 等的就是这样一个时机。2个伏地的冠军，但是95已经打完了包。不过95的位置已经被锁定了，只能赶快换点。02是没有时间拉起来了。小小剑提前枪。在找，听到脚步，但是一旦上楼就没机会了。我们老说啊，这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是 4AM 是这场比赛的黄雀吗？不一定啊，因为他们打完以后呢，马上进圈之后还要面对 DKG。没错，而且最关键的是看一下右上角小地图，RNG 来了，95被火烧了，还是没办法抵不住火的伤害。但是小姐姐这里应该是选择不拉，有点难度了。而且 RNG 这边想进圈的话。先不说一起浪啊，一起浪是打不到的。如果说你烟足够的话，倒是有机会能够莽到 NVXQF 的脸上，但这要看看一起浪给不给面子了。只有一起浪给到 NVXQF 压力才有机会。是吗？看看这台车啊，怎么走？现在这个小山坡已经封了1K，那我是停。Cool Boy 已经架住了那个房间的角落。那这样的话就有机会了，因为居米刚才一直是在看着一起浪和顾居居这2个点位，所以说在北侧只留下了 Cool Boy 一个人。居米确实有些忙啊，这几个方向都得看，看着天已经是被对成了残血，而房间的隔壁就是顾居居。天霸这个赛季已经不挨雷了，他们开始主动投雷，所以顾居居在自己的隔壁啊，那必须得是防上一手。北侧只有酷 boy 一个人防守 ，RNG 都已经摸到近点了，哇，不会吧 ？RNG 2连装？话不要说太大哦，酷 boy 没有对过舒展，这是隐患啊 ！NVXQF 始终没有把重兵放在北侧。我没有记错的话，舒展在上一局的跟 NVXQF 的对枪当中，也是一记爆头打开了枪线。又是 RNG， 作为号称自己是头最大的他，这个时候疯狂打别人的头，一颗雷投进去，帕尔 boy 躲过了这颗雷，但是酷 boy 没有躲过敌人的子弹。
安全区越来越小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DKG 的小天已经被淘汰了，但是 DKG 这只大鲲还有一个人在原点的沙漠疯狂的奔跑。这顾居居面子还是大，有牌面啊，是吧？没人管他是吧 ？Paraboy 和居米2个人看顾居居一个人，我还想说没人管他，结果是2个人都在管他。那这样的话，随着 DKG 被淘汰，场上剩下4支战队，一起浪占着一个非常舒适的防区，而 RNG 这个大厂房啊，看起来也更加的不错，占地面积广啊。最终啊，久久的等待是赢下了顾居居这样一个 flag。我们看到右边的实时积分，2局比赛结束之后 ，RNG 拿到了24分，而且是个满编，这场比赛拿下的可能性非常的大。再看第4名 NVXGraph，2个人存活的情况下，总共获得了20分，跟 RNG 也是隔得非常的近。和上局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这个时候 RNG 啊也是占据了一个大仓的控制权，但是他没有选择进去。啊 ，NVXGraph 也是在外围。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站位的话，明显是可以看到站到正中央的一起浪的这个点位，可能会更容易吸最后的梅花桩。是。而且他们抱得很紧，但是抱得紧也成为了他们一个隐患。不过呢 ，RNG 在不断的作战过程当中，投掷物的消耗应该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他那个烟雾弹啊，应该是用了仅有的烟雾弹运营到了这个大仓的旁边。没错。这个时候正面如果不打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再做一个投掷物的补给了。而 NVXGraph 这边完全是被架死了。Paraboy 漏了一个脚，还是被格子给发现了。位置很刁钻，换了一把枪，再换一个镜。发现对方已经躲到了房间后面。这一局其实机会已经摆在一起浪的面前了，就看他们能不能把握得住了。主要是他们的这个防区啊，还是一个漏顶的防区。其实还不好说啊。因为我们看到 RNG 正面跟 NVXGraph 对枪其实也只有2杆，如果说对枪过程中没有打过的话啊，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小智是率先出枪，把 Paraboy 给收掉。但是小智留下来了，幸好接球区把小智给带走了。居米也是被机器航带走。那这边是2支战队，看起来是3打3，小智是没法扶的。但是一起浪选择的是后点防守，我觉得可以稍微顶一下，但是现在再顶已经来不及了，RNG 已经掌握了有利的位置。程思怡那个男人强行穿烟给对方对枪，但是被98K 是打退了回去。程思怡就是那个男人，一个位移来到了前点的小窗户，爆头对倒一个，但是会给对方扶人的机会吗？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格子继续向前压缩 RNG 的空间就可以了。能不能完成1换1？又是这个全息，不开心2个人，还有吗？全员发役一起浪，子弹不多，换子弹，对方往前扑，一个秒爬站起来接着打，这是什么情况？格子1穿2带走了 RNG， 这就是一起浪，他们总是放嘴炮，但是能够让嘴炮成为现实。那么这场比赛。